身体里灰尘不了视线，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，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解，不会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放任线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，给我点空间可以选择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嘴角发现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。空气里会沉溺，终模糊了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。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你拉我来这里做么了？我不相信我妈会自杀的。哇，你神经病啊！这件事情跟文雄一定有关系的。我们仔细找一找，说不定会有什么蛛丝马迹。哇，真的要进去啊！哎，快点啊！进来。喂，哇，又来找上来了，这个时候来要很恐怖的嘞。哇，你明知道我跟老母鸡他，手里要乱讲话。哎，小妈，千怪莫怪啊！你很有用哎，你一点点事情就怕到这个样子啊！如果他知道你要帮嘉庆洗脱罪名的话，他还会骚扰你吗？对哦，那小妈，你保佑我，保佑我。我去房间找。哇，那要找些什么东西？找一些可疑的东西哦。那什么才算可疑？我真的被你气死哎！你自己找啦。哇，你不讲我怎么知道？哇，这里有什么东西可疑？我这黄历算不算啊？哎，这死家伙每次都这样的嘞，讲一半不讲一半，叫人家怎么找？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块啊？可疑嘞！哇，这是去年的嘞！这是谁的头发？可疑嘞！哇，这鞋架为什么会有红包纸啊？可疑呀！南无阿弥陀佛！哇，这老母鸡这样坏蛋，他会念佛的咩？sorry 啊，是我乱讲话，小妈，我知道你是好人呐，所以你才会念佛的啦哈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啊。那小妈，我现在就播阿弥陀佛送你去极乐世界哦，不要怪我啊。
那小妈，我现在去帮你找证据哦。不用找了。你要找的东西，我已经帮你找到了。小妈，你不要吓我。你别过来！看来我要多谢你，帮我找到我要的东西。这东西是阿烈的，怎么会在你的手里？阿烈是不是你杀的？你不要乱说话！你哪一次去看到我杀烈的？你还敢否认？这东西是阿烈死后的第2天。家福，你真的不晓得文雄在哪里吗？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告诉警方了，他们惊我了1个晚上。我说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别这样子啊！你还要我怎么样？现在警方怀疑说二哥杀死你妈妈，到处通缉他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我知道大家现在为了这件事情都很难受，警察也审问了你1个晚上，我想你应该累了吧？那你先上去休息好了。你也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二嫂，我刚刚送她回酒店。喂，二哥，你现在哪里啊？taxi。好，没问题。二哥在哪里呀？二哥，阿娇，二哥，钱没带来，我叫你拿10万块给我，你没有带来啊？我没有。没有，为什么跑路啊？我现在是你唯一的机会，你也不帮我。二哥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林一的死到底跟你没有关系的。我是不用你管的。二哥，你去自首吧，我真的不希望一错再错。自首？神经病啊！你要我被判死刑啊？我会给你请最好的律师的。现在最好意思也没有用了，我没有时间了，钱给我。二哥，你听我说，你去自首吧。已经对不起佳倩姐，对不起林，对不起阿烈了。太迟了！你这个文雄，你够了！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是不是带他来的？你背叛我！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是我跟踪你妹来的，不关她的事情。我已经报了警了，你逃不掉的。不要跑！不要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快住手！去死啊你！呸！二哥，你听我说。你滚开！别跑！去死吧！去死！
文雄，你是谁啊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你是佳倩，你想不想吃汤圆啊？我可以带你去的。我知道哪里有好吃的汤圆。不过，你要先带我出去。你一定要带我出去，我不想留在这里啊！我是看到他们，阿丽和莲妮，他们一直来找我，我很怕，我很怕。不要怕，文雄，不要怕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来了，他们来了！走开啊，你们，走开！不关我的事，我没有杀你，不关我的事，我求求你，放过我吧，我求求你，放过我啊！文雄，你不要这个样子，我是佳倩，我是佳倩啊！佳倩，那个莲妮的女儿，你是不是来报仇了？我杀了你啊！我杀了你！杀了！杀死你！杀死你！杀死你！把你给杀了！杀了！杀了！我要杀他们！把全部给杀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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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杀死他！我要杀死他！我要杀死他！放开我！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你。如果我早一点听你的话，不要跟文雄在一起，今天就不会搞成这个地步了。都是我害了你，妈。其实应该死的人是我，不是你啊，妈。你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，妈？佳倩，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疯了！放开我啊！是我害死了他们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我害死了妈，害死了文杰，我又害死了阿烈啊！你别这样啊，这个都和你无关的。反正他们都死了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你还有家里人呢，还有我啊。其实，爸爸也有错了。以前那么多事情，爸爸都没有好好的向你解释清楚，让你一直觉得全家人都不喜欢。你要怪，你就怪爸爸好了。爸爸欠你太多了，在过去那么多年来，每当你受到责骂、受到为难的时候，
爸爸都没有挺身为你说话，爸爸对不起你。你也是爸爸的女儿，你也是我的骨肉。你妈在天有灵，她也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你不要再做傻事了，佳倩。没事，没事了。大家早。哎，佳佳来了。要不要喝咖啡啊？不用了，我今天来是跟大家告辞的，明天我就走了。你打算回台湾去了？不是的，我想回去我的港崩，我想回去那里休息一阵子。这阵子发生这么多事，你也应该是好好休息的。其实，我是想跟大家说声对不起的。我的二哥，他对你们做了那么多的坏事，对不起啊。切，干嘛要你说 sorry 啊？又不是你做的，而且我们也没有怪你啊。就是咯，哎呀，你不要傻了啦。那你在这里等一下，我去叫家福哦。哥不用了。阿娇啊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呢？对了，你不打算回台湾去了？你这么红就这样放弃的话，太可惜了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。阿娇，你真的要走了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啊，医生说还好，没什么大碍，很快就会好的。都是我害了你。这也不关你的事啊。要不是文雄的话，事情也不会搞到这样子的。哎呦，你们是做什么？客气的要死嘞！你们是做过夫妻的嘞。我有事，我先走啊。我送你。大家保重啊！你也要保重，好好照顾自己啊！拜拜。拜拜拜拜。唉，你害什么？不是吗？我以为家福没有了灵交，阿娇又单身，他们两个人有机会复合的吗？看来现在没有希望了啦。当然没有希望啦！你姐姐杀死了我大哥，我二哥杀死了你妈妈，乱七八糟，关系啊太复杂了。我的才复杂嘞。哎，做了facial后那个脸比较光滑了嘞。你喜欢的话，下次我们再来了。好啊。对了，刚才看到我们有个配套是为生产后的妇女恢复身材，以后你生了来这里瘦身哦。我看我不会变太多吧？好像你生了龙凤胎，身材还不是一样。我天生是一只竹竿嘛，吃什么都不会肥的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女人最重要的是要保养，我们只年轻一次啊，要好好的珍惜，知道吗？为什么最近那么注意外表啊？哎呀，我是女人嘛。是不是因为大哥啊？喂，不要乱说话，别有哦。可是以前你都不懂得做肥奢，也不喜欢来这种地方的。以前我没有时间，又要照顾孩子，那现在有佳倩来帮我，有时间不就来做肥修咯？是不是真的？不相信的话，你去问嘉龙啦，他最近有来档口帮我的嘞，要不然啊，我累得要死哦。哦，原来大哥经常失踪，就是跑去你那里了。啊？他没有告诉你的。哎，我有问他的嘞，是他自己说好没有问题，没有关系的。那以后我叫他不要来帮我喽。不要紧啦，反正我们那里啊，暂时人手还够。倒是你啊，老是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大哥过去帮你也好啊。真的吗？谢谢啊。哎，你跟大哥啊，到底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我知道大哥最近很关心你啊，又买东西给你，傻瓜都看得出他的意思了。我哪里知道？他整天说对不起我，想照顾我一辈子啦。可是你知道他的人啦，嘴巴说说而已，又没有说要跟我那个嘞。跟你怎么样？跟我结婚呐！大哥是个粗人呐，在感情上的想法，他是不懂得用言语去表达的。反正他对你好，就表示他爱你喽。那我要等他主动来表白，不是等久都没有喽？那什么年代啦？这种事啊，不一定要等男人先开口的。啊，要我这个女人先开口啊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们是彼此相爱的，加上啊，大哥年纪不小了，你们连孩子都有了，现在结婚，大家都会替你们高兴的。
这些菜都是他最喜欢吃的。哇，那么迟了，为什么还没有来？美丽，我来了嘞。为什么你那么迟？我去给你买这些咯，所以才迟到的啦。啊，你又买这些来给我喝啊？以后你不要买了啦，医生说喝了没有用。医生为什么说没用？我哪里知道，医生说什么就什么咯。哦，对了，来你过来。那我想买一份保险给孩子，你说要买哪一份？哎呦，我怎么知道？哎，这是什么来的？这个是教育保险，我想买这份给他们。读书就读书咯，要买保险的咩？我又不是没有钱给他们读书。你的钱啊，一向来是左手进右手出啊。孩子如果长大了要去美国、澳洲读书的话，你会有钱给他们去啊？就当做是储蓄咯。哇，你想到这么远的？OK 咯，你决定啦。还有我的保险受益人，我放了你的名字。为什么？那你是孩子的爸爸，当然放你的名字吗？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你也要负起这个责任，照顾孩子的。不说了，吃饭啦。什么三长两短？又说医生讲已经没用了，现在又要买保险。看来哦，真的要多花点时间陪陪他嘞。那你要吃多一点啊。哦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。那你希不希望我天天煮给你吃？天天煮当然好啦。真的啊？既然你这么喜欢吃我煮的菜，不如我们就那个咯。这个时候你还想那个啊？什么那个啦？我是在跟你说叮叮叮叮。做梦啦你！跟你讲结婚是这么大的反应，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？不是啦，不是啦。我的泰国师傅讲哦，我今年流年不利嘞，如果今年结婚的话哦，我不到3个月就会鸟的。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啦。我也是因为要跟你等才去算命的嘞。你知道啦，这种东西哦，宁可信其有嘞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。就是咯。反正我们的孩子也都这么大了，如果我们再等哦，会给人家笑的嘞。其实这一点我也是有想过，既然暂时我们不能结婚的话，不如去拍结婚照咯。我们不是拍过了咩？为什么还要拍？上一次我大肚子啊，拍出来照片那么难看，这一次没有肚子，拍出来照片一定很漂亮的。走啦，就当做是纪念咯。哦，原来你是要拍来做纪念的啊。OK 咯，那就拍咯。那明天我去医院啊。哦。来。佳倩，二嫂，我拿了炸鱼给你吃啊。谢谢啊。佳倩啊，那些盘子哦，我已经帮你洗好了哦，还有昂菇柜哦，我已经帮你拿去蒸了，再10分钟就可以拿出来。谢谢你啊。佳倩啊，这位是？哦，你叫我安南就可以了。安南，这是我二嫂。哦，二嫂，你好。你好。佳倩啊，我有事，我要先走了啊。汤圆在锅子里面，等下你记得要吃嘞，好？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二嫂，拜拜。拜拜。佳倩啊，这个安南是谁啊？他好像很关心你啊。我跟他没什么的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我又没说什么。不过你当他是普通朋友，他对你好像不止这么简单哦。二嫂啊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好啦，我不说了。二嫂，坐啊。佳倩啊，最近你还好吗？好多了。其实现在你应该好好休息，什么都不要想，最重要是把身体养好，知道吗？我这几天想了很多东西了。你想了什么？我想起妈的死，文杰的死，阿烈的死。原来一个人死是这么容易的。佳倩啊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啊。二嫂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生命是这么脆弱的。你记不记得以前温温曾经问过你，生命是什么？好像有点印象。
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生命就好像是雨水，雨水会变成白云，过了不久，它会降落在大地，滋润草原，洒满了大海。在烈日当空中，它会变成水蒸气，过了不久，它会飘回天上，变成白云。原来生命就是这个样子，无论去到哪里，走到哪里，它都有个共同的开始跟共同的结束。你说是不是啊？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命的看法。其实我觉得家人也像雨水一样，不管漂流到何处，最终也是会流向大海的。那你呢？打算什么时候回到大海的怀抱里？二嫂啊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想一想吧。好吧，等你想通了，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。谢谢你。哇，今天吃水饺啊！哎，你们会做吗？当然不是我们做的啦。那不可能是嘉喜做的吗？哎呀，大哥，你身边除了这几个女人之外就没有别人啦。哦，你是说她？当然是她啦，除了她之外，谁还会那么关心你？你要好好珍惜人家。是啦是啦，哎，我也知道哦，这么好的女人很难找的嘞。嘉龙，你回来啦，可以吃水饺啦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有空吗？我特地做水饺来给你吃的，顺便带那2个小瓜来看他们的阿公嘛。哇，龙哥，你好幸福啊！哎，坐吧坐吧来。怎么会是她？我还以为是小女做的嘞。法德，吃水饺啦。来。哎，孩子呢？法德。孩子玩到累都睡觉。龙哥，那2个小孩好像都很喜欢你啊。嘿，他们真的很有趣的。当然嘛，怎么说都是法德的孙子，而且还是龙凤胎啊。哎，来吃吧。哦。哇，这么热闹啊！还有饺子可以吃啊？谁做的啊？是你未来的大嫂做的。未来大嫂。家福啊，一起坐下来吃啊。哦。家福啊，你要多吃几个，美丽做的是真的很好吃的啊。法德，你很久没有那么开心了哦。美丽啊，要是你工作忙呢，可以把孩子带过来，我帮你照顾啊。我会的，孩子他们呢这么喜欢跟你玩，以后呢我就会常常带他们上来喽。好，嘉龙啊，美丽呢一方面要打点生意啊，也要照顾孩子，很辛苦的。哎，你要多关心一点啊，知道吗？知道啦。哎，大哥，我看你们干脆结婚算了，反正孩子都有了嘛，你不要再辜负人家了哈。哎，是啊，大哥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是时候安定下来了。哎，雅喜啊，你不要只顾着说别人，你们自己也是要赶快行动，不要让我们为你们着急啊！哈。我和雅喜应该没有这么快的。哦，菲利，不要再拖哈！雅喜条件那么好，你不娶她的话，迟早会被别人追去的哈。二姐啊，那你们放心好了，我对雅喜呢是绝对100%有信心的。我说啊，干脆你们同一天结婚，你跟大哥同一天结婚的话，那我们就可以来个双喜临门 ，double happiness。我不可以跟嘉龙结婚的，为什么不行？哎，是不是嘉龙又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？没有。不是，嘉龙算过命的，说今年他流年不利，不适合结婚，要不然会有血光之灾啊。哪有这种事啊？这种东西不能不信的。我呢，泰国师傅很准的嘞。哎呀，你很 superstitious 哎，大哥，这种东西你也信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吗？还是嘉龙的安危比较重要。虽然我们今年不可以结婚，不过我们已经决定先去拍结婚照，做一个纪念，哦。哎呀，那你们都不结婚的话，我们就不可以有双喜临门了。谁说的？我这一对内孙来到我们这里，不就是双喜临门啊？那也对，反正。来，这多吃。来，嘉龙，你吃多一个，你最喜欢的吗？搞什么？为什么你一脚踏2船？你说什么啦？什么？就是那个故事啊！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男主角啊！你怎么对得起巧玲呢？你都知道了啊！我跟你讲哦，
美丽她有 cancer 嘞，她就快死了啊！她还说要跟我结婚哦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现在什么怎么办？我还要问你小林怎么办？我现在就是为这件事情烦喽。那我问你，如果美丽的病会好的话，你怎么处理？好不了了啦，她这么没良心啊你！哎，不是嘞，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啊！哎，前几天哦，她还把保险的受益人的名字换成我的名字嘞。你说她是不是快尿了？真的这么严重吗？那如果换成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你到底喜欢谁？应该是侠女啦。我看是美丽吧，要不然你为什么为她做这么多事情？哎呀，她帮我生了2个孩子嘞，现在又有这个病，我能不帮她咩？你刚才都说过了，她想跟你结婚，而且一提出来，为什么她第一个反对？因为她知道你今年牛年不利，结婚之后会有血光之灾。你知道她很关心你啊。我就是因为知道她关心我，所以我才乱吗？OK 咯，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你帮我解决啦。感情这种事情很复杂，旁人是无法干涉的。那你还讲这么多？老大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小林如果知道的话，你就完蛋了。不管了啦，现在只有先瞒住她咯，以后的事以后才讲啦。唉，我这个老大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粗人啊，但是却能够风流倜傥、招蜂引蝶，周旋在2个多情女子的中间，哇，真是羡慕死人呢！哎，我已经够烦了哈，你还讲风凉话？那我警告你啊，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啊。知道了，你以为我笨蛋啊？龙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今天 off 嘛，所以就拿点鱼来给你们吃咯。谢谢，坐啊。哦。龙哥啊，我看呐，你还是留下吃饭吧。小胡见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好啊，我有很久没有看到他了嘞。最近生意真的很忙嘞，都没有时间上来看你们，真的 sorry 嘞。工作忙是好事吗？讲什么对不起啊？哦，不是啦。那有件事情我是应该让你知道的。谁是大哥？哎，大哥，你来了。去哪里？大包小包的。学智啊，刚才跑去婴儿店，看到什么就买什么，差点把整个店都买下来呢。哇，学智，你真的很夸张嘞。这叫关心啊，夸张。阿妹啊，你进房休息，我拿药给你吃。好。哎，慢慢聊吧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哇，你买这样多要是将来用不上，不是很浪费？这些东西要早点准备的，要不然孩子出事，到时候你真的会手忙脚乱。哦，我找学士谈谈哈。哎，学士啊，这次你跟阿妹是来真的哦。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多几天我们会去登记注册。哇，那恭喜你嘞！哎，对了，大哥，佳琪她怎么样了？她很久没有去快乐鱼帮忙，她还习惯吧？哎，你跟阿妹就要结婚了嘞，你怎么这样紧张，佳琪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哦，你是不是放不下佳琪？我现在只是想跟阿妹好好的生活在一起，其他的我都不会去想了。这样就好咯。那以后你跟阿妹好好的过，不要再想佳琪了啦。我发现到你的胎儿发育不太正常，如果你还要这个孩子的话，恐怕将来对你和你的胎儿会不利。那我该怎么做？我们相信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打掉胎儿。阿妹，对不起啊，刚才的客户太啰嗦了，所以我就来晚了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有啊。哦，对了，
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胎儿发育得很好，很正常。哦，那就好。对了，给你猜猜这是什么？什么？哦，刚才我经过了儿童服装店，我买了一些衣服给我们的孩子。那你看这几件衣服，小孩子呢比较喜欢鲜艳的颜色，这些呢，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，他们都会很喜欢的。你看这件美不美啊？好看。哎，对了，刚才医生有没有照出来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看，你看我紧张成这个样子。其实我还是希望生一个男的，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温温，所以我真的希望这次你能够生一个儿子。说不定以后我们的孩子能够像温温一样，天生聪明，又懂事又孝顺，到时候我们就不需要那么操心了。阿妹啊，你为什么哭了？哦，是不是你比较喜欢生女儿啊？其实我不要紧的，不管是生女儿还是生儿子，我都没关系的。不是的，我是高兴你这么喜欢孩子吗？那也不需要哭啊。你没听说过孕妇比较情绪化的吗？哎呀，嗷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喂，哎，嘉喜啊，什么？你现在肚子很痛？我现在走不开啊。好，你先别紧张，你先休息一会儿。我放了工就马上回来哦。啊，你先休息吧。姑姑，学志，你来的正好啊。嘉喜打电话来说，她肚子痛得很厉害啊。怎么会这样的？她是不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？我也不清楚啊，我现在也走不开，不如你帮我带她去看医生好不好？嘉熙，嘉熙，快开门呐！救命！哎，嘉熙，哎，嘉熙，你没事吧？我痛得受不了了。哎，你忍忍，我马上送你进医院。来啊！来，很痛。好痛！忍忍啊，你忍忍。痛！嘉熙，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，你不要害怕。不行，不行，痛死我了！啊，痛死我了！学子。哎，你醒了，觉得怎么样？我怎么会在这里的？你刚才发生了车祸，幸好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没有什么大碍。还有，我们发现你有食物中毒的迹象，不过已经帮你洗过胃了。那学志呢？学志就是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司机。我不清楚啊。小姐，哎，小姐你去哪里？是小姐，请问他来他进来临学的情况怎么样？我帮你查。哎贝，嘉喜，你跟孩子没事吧？医生已经检查过了，我没事。你呢？我也没事。我现在担心你是学志。护士小姐，怎么样了？查到没有？他有没有事啊？查到了，你放心，他只是头部轻微冲到，暂时还没有醒过来。学志，学志，学志。你放心吧，刚才护士说，他只是暂时昏迷，不会有事的。学志，学志，学志，学志怎么样了？
嘉熙，嘉熙，嘉熙，嘉熙。他在昏迷中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我叫医生进来。嘉熙。 怎么了？紧张啊？我神经病，又不是第一次，紧张什么？嘉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喂。啊？你觉得这件怎么样啊？美，美嘞！哎，亚西啊，嘉龙说这一件很美呀。 哇，为什么噼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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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难道老天爷要我跟他在一起啊？那等一下哦，你不要叫我拍什么韩国妆啊！不会啦，上次都拍过了。那就好了。不过我们会拍日本妆还有印度妆。哈，除了做日本人，还要做安德内啊！印度人的婚纱很漂亮的，又很 sexy 嘞。sex 什么鬼戏啦？ 你不要这样啦！难得我们有机会拍结婚照，应该尝试不同的东西嘛，留作一个纪念咯。OK 啦 ，OK 啦，那只要你喜欢就好了哈。嗯。很漂亮啊！如果你穿起这件婚纱的话，一定会很漂亮的。你想说什么？ 我刚才看见美丽穿婚纱，我觉得女人穿婚纱是她们人生一生当中最漂亮的一天。是啊。美丽和龙哥互相喜欢对方这么久，终于都可以在一起了。美丽和大哥可以说是欢喜冤家，兜兜转转，现在还是结婚了。对呀，就好像我们一样，从第一次我们见面开始，到互相认识、互相相爱，所以。 我很珍惜我们这段感情，雅喜，嫁给我好吗？我对你怎么样，你应该很清楚。让我照顾你一辈子，好不好？你就这样求婚了？现在人求婚都会送花、送戒指的。花就没有了，不过。 戒指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我是真心诚意的，嫁给我吧。等到结束，爱退回原处，该愤怒还是该认输？爱到那么投入，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。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。 退出，像月亮处，心变得孤独。你总说，若是有缘，一定会再相遇。只是这种祝福太过残酷。能不能让爱来做主？